医学硕士李欣，所有的病都是这样才来的。李欣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新生医学专业，获硕士学位，师从国家级名老中医宋作明先生。平常与中和，即是健康。整个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交响乐，与天地这个大的交响乐一起走，走得平常中和，这才是健康的标准。生病了，其实就是被老天踢出去了，也就是失常，在古代叫做失节或者失势，病因同样如此。那什么叫健康呢？健康就是常。健康不是说你面色红润、精神饱满什么的，也不是肌力多少、心跳多少，常是与自己、与社会、与这个大千世界处在相对和谐的关系中，能跟着自然的节奏走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天气热，别人都出汗，你也能出汗；别人走2个小时不累，你也能走得动。但如果别人都怕冷，你还觉得热；别人都困了，你半夜3点还睡不着觉，其实已经开始跟不上了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健康的，这已经病得不轻了。中医眼中的病有几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神闭、神散、神不定，注意力不集中，这是一种敏感，容易被外界引动、心动、动情、动欲、自控力差的状态，这是第二种。平常生活中睡不好，易惊醒、怕吵、怕黑、怕鬼，这是神弱。神病严重了，形神分离，心口不一，表里冲突，你跟自己都不在一起了，言不由衷，甚至喜怒哀乐发不出来，或者发至太过。比如说现在很多综艺节目都属于太过，目的就是渲染、挑动情感爆发。还有不急，你该高兴的时候却要压抑一下，习惯了就真的高兴不起来了。太过、不急都是时常，该高兴的时候突然哭了，原本是伤心的，却强迫自己坚强。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，这是反常。所以学了中医就知道，祝您天天平常是最大的祝福。以前老师教给我一个看病的诀窍，一个病，西医不知道是什么，中医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治的时候，怎么办？调肠。每次病人来复诊的时候，要问他的生活状态，吃喝拉撒睡，这才是中医看病的基本指标。吃得好吗？睡得好吗？动得好吗？拉得好吗？出汗正常吗？尤其是慢性病，把他的这些基础指标调到正常了，就意味着生机恢复，气机去潮。这个时候，人体本身的生命力就能把这个病给化解掉。任何病都是这样。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，有病就要根治，不停的治，直治下去。因此，病人甚至整个家庭会忘记正常的生活，没有运动，没有娱乐，没有恋爱，什么都没有，只剩下紧张、焦虑的跟病魔做斗争。这是什么？是常。你的秋千正在被人为扰乱，甚至停摆。这种情况，即使你有资源，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医生，也是没用的。一个人要康复，必须进入真实、有序的正常生活中，与万物共沉浮、互交感的状态里，才能把病慢慢化掉。所以，关于养生和调理，真正重要的是尽可能的去找让自己安心和舒服的状态。健康人也是这样，要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地方，与合适的人，以合适的方式做合适的事，这个就是养生。正念，佛法里叫正行。中医认为，一切病先是神病，然后是气病，再到血病，最后才到形病。疾病先从生命无形的部分，即从精神信息的层面开始出问题。第二个阶段到气的部分，能量格局和运行规律发生乱。第三个阶段到有形的疾病层面。很多人的病，其源头是某种很大的烦恼、很大的怨恨，或者很多他们无法解决的困惑。很多时候，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、澄清、解决。为什么儒释道这么重视？惭愧反省，先得觉察到自己错了，才有知非即离的可能。心念一转，神气也就转了，生命列车的方向也转了。当一个人的身体有大病的时候，已经是生命列车的方向错很久。但有一点一定要记得，信念随时有机会转回，信念转，神气随时有机会修正。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、内心状态、身心感受无知无觉，却指望通过吃一把绿豆、几根虫草就能改变很多。这个对简单轻灵的小鸡小鸟还行，我们这么大身心这么复杂的人，要靠它来改变，
不那么容易，除非你是非常干净的肉体，非常清净的心灵，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。《黄帝内经》里有一段对话，黄帝问岐伯：行必血尽而功不利者何？当一个人形体破败了，气血也耗干了，治疗就很难见效，这是为什么？岐伯回答：神不使也，病人的神气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，医生也没有办法调动。黄帝接着问：什么是神不使呢？岐伯回答：真实道也，精神不尽，志意不至，故病不可愈。筋经坏神去，荣卫不可复收，复何者？事欲无穷而忧患不止，精气迟坏，荣气未除，故神去治而病不愈也。这段话大家慢慢思考，为什么现在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不好治？可以从这里找原因。一切的源头在于无形的思想、精神，然后才有了能量，然后才化身为物质。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。真正的养生是去感受自己。当一个人用自己感受生活的时候，是从他的内心出发，原点是自己，没有错误。现代人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去求一个东西，一个人或者一件事，总是有很多远大的发展计划，一直思考，想得很遥远，或者关注一个明星，念念不忘，不停地看这个看那个，或者不停地讲话，不停地做事。我们以外物为原点，那就会失去对当下的自己和周围的感受。这个状态在中医叫什么呢？是形神分离。《黄帝内经》说的打坐安静的状态是什么呢？是形与神俱，或者身心合一。现在讲营养，要吃得好，早上一个蛋，晚上一顿肉，对不对呢？小时候我们都烧过炉子，炉火的大小决定了你应该往里面加多大的柴火，道理很简单吧？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吃的问题上就不明白这些道理呢？你的炉火明明很小很弱了，已经没有什么消化力了，烟道也都堵住了，大便不通，汗也不出，也没运动，你还吃牛排，还喝牛奶，只会增加肥料和堵塞，把炉火压灭。这些道理不需要通过学习医学知识就能明白，都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，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，体会吃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同的感觉，有知有觉的去生活。吃了某个东西，你感到不舒服，哪怕吃到第10次你才发现，也是有知有觉的开始。合适自己才是最好的，不是去外面寻找一个外在的统一标准。所以在生活中要养成用心的习惯，去感受自己，观察自己，然后至少知道：1. 吃了什么东西舒服，什么东西不舒服； 2. 跟谁在一起舒服，跟谁在一起不舒服； 3. 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会比较安心，或者反之会睡不着，纠结和难过。生活中时时刻刻留意观察自己，就可以时时刻刻调整自己，这是真正的养生。调柔身心，《黄帝内经》对养生和养神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：恬淡虚无，接近道家佛家成就者的状态。恬是安静、安然的意思，带着放松的、微微的甜美。而电视剧里常见的大喜大悲，是相对偏执、失中、失守的状态，不是一个平常的中和状态。这个甜，如果换成甜，即甘的意思。中药有一个原则叫做甘以缓之，意思是所有的药，只要是甜的，比如甘草，就能让人的精神、身体的运转，包括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及态度，柔和缓和起来。现在很多病源自缺乏缓，比如神经衰弱、焦虑症、躁郁综合征等，都是这个时代的常见病。其实是大家陷入了一种太快、太急的精神、心理、生活状态。太急了，神就飘在外面，气机也浮动不定，既紧且乱，生理功能也就跟着失调了。但是什么意思呢？不那么在意，无可无不可，都可以。于是就有了很大的空间，这样也可以，那样也可以，而不是有所期待，执着于目标，也没有想要控制局面，所求所想的少一点，有为的习性轻一点。佛法常说自净其意，儒家讲思无邪，道家说味道日损，都在讲要简单一些，朴素一些。对身体差的人，我有个建议，不要学得太多太杂。现在不少人身心疲惫，但学习热情很高，什么中医、国学、身心灵，样样都不放过。无论是什么念头，都是意最好不要动得太多。当身体弱的时候，神气是不容易收住的。从中医养生，从道家佛家来说，修心都是第一位的。
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像电子天平一样敏感，一个想法涌动，就会有很大的变化。南怀瑾老师的书里常常提到，打坐做到比较细微的时候，你的一个念头，身体都会有变化，都会有感觉，那个时候自然就不敢乱动念了，乱想乱看就会不舒服。人类的认知有2套模式，一是元神，另一个是识神。识神是逻辑思维、经验判断，偏于社会化，是由长期的后天教育、环境暗示、媒体引导从外部世界加载而入，为我所用的认知模式。元神是指本能和直觉，中国文化悟性里常常提到的心法，比如书画、古琴、中医、武术的高阶，能够达到出神入化、物我一体，都是在直觉和本能的层面讲的。易经里有一句话，亦无思也，无为也，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中国古代的圣贤认为，对于天地万物、宇宙人生的真正认识，非思维所得，非有为可尽，乃是当心灵处于寂然不动的状态，与天地宇宙相交感的时候，自然而通达一切。通过传统的训练方法，如静坐、站桩、太极等，让我们慢慢学会不再过度依赖于五官和逻辑思维，用心直接就能体会当下的真实。我记得大学时，碰到某些课实在没意思又不能离开，就坐在那里玩，放松下来，把手指轻轻放在足三里，放几10分钟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这就是玩的心态。玩是传统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字，不少东西是在放松的状态里无意中体会到的。太用力思考，太有目标，往往会错过。手指放在那里，刚开始没感觉，穴位下面凹凹的，这就是穴。放一会之后就开始突突突的跳，精气已至，气血开始感应。过一会儿它自己就会慢慢的开始起伏开合，它会不断蓄势，有时候会觉得下面有力在向上顶，而到一定时候，它会沿着胃经，顺着小腿接通下去，通到脚脖子那下不去了。为什么呢？那里是关节，这些地方不是太容易流通，而且容易存邪气，所以要打通关节，再放一会儿它继续蓄势，通到脚底了。原来身体里的寒气啊、热气啊，呼呼呼的出来。等你的感知力越来越细微后，直接能够知道很多东西。我在大学毕业之后，每个周末就帮妈妈做艾灸，当时还帮一个老师灸。有一天晚上印象很深，在她后背艾灸膀胱经穴位，做到某个点，感觉穴位里就像有喷泉一样往上涌，像是把悬空的艾条顶起来的感觉。这种感觉说明是实则开，人体内部有多余的能量，自然会向外扩散。虚是什么感觉？艾灸悬在穴位上，有被吸进去的感觉。后来我发现，如果自己足够放松，拿着艾条的手会自己动，病人后背的气场会在艾灸过程中变化，把你的手其实是艾条引导到身体需要的地方。这个状态常常发生在双方都很放松，艾灸是虚己忘我的状态。如果艾灸师心不定，注意力不集中，或者目的性太强，虽然专注但执着用力，就感受不到这些了。针也是这样，学针灸可以常常空出1个小时待在房间里，给自己扎一针，扎上之后静心体会一下是什么感觉。以前说的像扔一块石头在池塘里，一层层的涟漪散播出去，自己身体哪里堵塞，哪里通力，就慢慢知道了。当你虚静放松，没有那么多念头、思想、情感、欲望、计划和各种烦心事涌动围绕时，自己的心就像一面相对干净的镜子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在那里，等着你来发现。你每天面对这个世界，每天都体会到一点新的，体会到像童话里的那些画面。太阳爷爷今天是很开心的，花儿向我微笑，有只蜜蜂飞过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。静心体会自身，己心，感受天地四季变化，花鸟鱼虫浮沉，益气神体互感，缘取诸物，进取诸身。这就是健康，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道。答案在这里，也在你心里。愿我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那份平常与中和，与天地同频，与自然共舞，享受生命的每一个瞬间。